咱们太极拳当中手部的一个灵活运用的位置啊，连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正方形，上不过眉额，下不过腰裆的一个正方形，大家记到心里，好不好？好，那么单手缠丝的手上要求就是这个，身上要求什么呢？要做到大螺旋以身带手啊，大螺旋近身近重心，小螺旋以身带手。同学们啊，咱们左下角中式太极左龙给大家说的这个话，大家看到啊，这就相对老师说的话了啊。大家没有拍的抓紧时间拍啊！进咱们的这个学员群，老师会逐一指导的，打卡指导的啊。同学们看到老师的身体了吧？好，现在老师开始给大家讲原因。很多人说老师为啥非要上不过眉额下不？因为有人去钻这个牛角尖儿。来，老师跟大家说啊，当我们的手来先看正面啊，上一过眉额，那么我们的手关节就非常容易形成。来，波波老师过来推我一下啊。让大家看，为什么叫做上不过眉额，下不过腰裆，内不过中线，外不过侧？来看啊，当咱们的手在与眉额齐平的时候，来，咱们两个去这样顶，来推我，用力的推，来，啊，朋友们，看到吗？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手，其实我也用劲儿，我也会用劲儿。咱们的手在，你走什么呀，宝宝？咱们的手会不断的去通过膨劲儿往前去顶，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它是有支撑的。但是如果咱的手过了我们的头，你再去推啊，过头了再去推，看到了吗，同学们？你来再推。我就开始对抗不住了，力量就会通过这个位置拉着你往上去撑了，所以一过头就容易丢劲儿。好，那来看再过裆啊，现在不过裆，老师好白，好白，加上灯牌，我们两个叫黑白啊，我叫他宝宝，咱们直播间我都叫宝宝，同学们啊，当我们的手下不过腰的来推，对，我就能够撑住它，拖住它。好，但是当我们的手啊，如果一旦过了腰裆，来再推，你就合不上这个力量了，你的身体就很容易被你的手带跑偏，你想往里合是合不住的。好，内不过中线，还有呢，内不过中线的，外不过侧线的还有啊。那大家看啊，如果这个过程当中内不过中线，看啊，身体和中线来撑，走，来再撑。推不动，我这推不动也推，看到没有，同学们，你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支撑劲。如果说你内过了中线，啊，看啊，过了中线，现在同学们看啊，我是过中线，来伸出去，来推，哎呦，看到没有？好痛啊，我的妹妹，好痛啊！啊，就这个地方，所以你的这就容易丢掉，夹到自己身上。好，外不过侧线，好，当你不过侧线，正好和你的膝盖合住的时候。你想去捧啊，朋友们看，还能够稳住自己的身体。但如果你一旦超过了自己的身体，看到了没有，同学们，你的身体就会形成这样的问题。所以老拳师给咱规定的，老师傅说的，拍的课业怎么看？山楂宝贝私信老师啊，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就会听到上不过眉额，下不过腰裆，内不过中线，外不过侧线。对，打太极拳帅是基本条件啊，朋友们开玩笑，同学们。我们只是恰恰的长得肉比较让大家看得起啊，比较让大家看，我们真没觉得自己多好看。我们如果觉得自己好看，我们早就去靠脸吃饭了，用得着现在靠实力吃饭吗，宝贝们？外不过侧线，你看啊，如果一旦手过侧线，同学们见过擒拿没有？是不是把你的手掰到你身体的后方，一过侧线，肩关节会过度前倾，让你的胸前形成一个反关节，过侧线了，力就合不回来了。所以4个方向大家记住了没有？上不过眉额，下不过腰裆，内不过中线，外不过侧线。记住了，给老师打上2个字，记住2个字，明白啊，同学们，明白打明白，记住打记住，明白的也记住了，打上记住明白啊，同学们。今天的水格外的清甜，好 ，OK 了，朋友们，所以这就是我们练拳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不过自己的这个方式原因啊。好，那么我们接着往后啊，当我们去弄明白手的方向以后，来跟老师卡上4个点，大螺旋我们会了，小螺旋我们也会了，来记住几个要点。单手正面缠丝就会了。好，来同学们，拿出我们可爱又乖巧的右手，拿左手吧，左手弹幕不挡你们啊，拿左手啊，同学们，咱们可以照镜子，我拿左手，大家拿右手，右手大家拿左手，就是都可以了，随意了，好不好啊？来，同学们，你可以照镜子，好，左手放于左膝上方，保持圆裆屈膝，后侧下沉，重心放在自己的左腿。来，第一步，大螺旋，左手
放松下落。好，合于左侧胯间与小腹齐平。来2，小螺旋以腰带手，左手慢慢向中线相合。好，左手随腰向右转，转至45度的过程里面，左手沿中线向上穿掌，合于眉心额前。好，来4，翻动左手，转小臂不转大臂。好，走大螺旋，重心左移，左手欲左先右。最后重心到达左腿，以小螺旋带动左肩左肘左手，依次螺旋，摆掌外蓬回到原地。单手正面缠丝。两有大螺旋重心移动，小螺旋是中线螺旋，中线转换。侧线什么位置？大腿外侧裤缝啊！来，同学们，从侧面开始看啊。单手正面缠丝4个方向，全面教学，跟着老师的节奏啊，来走。第一步，单手正面缠丝，以左手为轴，看老师身体啊，以臀胯后坐圆裆屈膝为要求基础。来，左手放于左膝上方。动作1，大螺旋重心右移，左手走下弧，慢慢放松下落。好，2，以腰为轴，左手和小腹前方齐平，向右螺旋转腰，合于小腹前方。身体转向45度，左手沿丹田中线向上穿掌，合于眉心额前。好，翻掌，当走后弧，重心左移，欲左先右，走大螺旋。随后走小螺旋，近肩近肘，摆掌相合，合于左膝上方。所以同学们，还会甜言蜜语，完了，这不天生当小白脸的料了，好尴尬哦。所以同学们，从侧面看到了咱们单手正面缠丝的位置怎么样？来，从背后再看一下老师啊，单手正面缠丝，来，左手合于左膝上方。来1，大螺旋重心右移，左手放松下捋，欲右先左，咱们的身体走大螺旋，重心右移，身会向左方转，对不对？好，来走，左手不要高低于咱们的小腹。好，向右螺旋转腰，合于身前中线，小腹丹田。好，转向45度的过程当中，左手沿中线上穿，眼看右侧远方45度。好，最后第4步，翻掌，重心左移，看好，走大螺旋，左手啊会欲左先右。最后小螺旋，摆掌外蓬，打开还原左膝上方。单手正面缠丝的背面运动。来，同学们再看反方向，看咱的右边啊。来，左手的单手正面缠丝，圆裆屈膝，臀胯后坐，坐稳了啊。来走，第一步，来下捋，重心右移。第2，腰向右转，螺旋合胯，让我们的中线，你看下不过腰裆，合于小腹前方。来，转向45度，穿掌上蓬，来欲左先右，翻掌走大螺旋。转腰螺旋摆掌小螺旋，合于左膝上方。所以整个过程里面大家会发现，哎，大小螺旋一旦加入到了缠丝里面，你的手其实就做了个啥？就画了个正方形啊，同学们，是不是？但是为啥它会成圆？因为大小螺旋让你的手有了公转，有了自转，让你从一个平面变成了立体，变成了360度，变成了一个空间，从一个平面变成了一个立体的空间，对不对？所以同学们，我们为什么经常会说以身带手？因为身法的螺旋大于了你手法的转圈儿。明白没有，同学们？所以身法越棒，身法越充分，那么就证明你的大小螺旋做得越好越棒，是不是？越好越棒。所以呢，同学们一定要啊，宝贝啊，咱这个手机支架送完了，亲爱的，送完了，没有了。怎么穿上去的？穿上去是小螺旋，是小螺旋啊，小螺旋哦。你看，老师大家又忘了一件事了，看啊，同学们，来。现在咱们讲，来，现在咱们开始讲单手正面缠丝的易错点，易错点，同学们来听好啊。那么首先第一点，老师先想，好的，去吧，木子瑞瑞啊，去做饭吧。来，同学们看啊，首先第一点，重心在左腿，
当我们在重心右移的时候，你的左手是直线向下还是弧线向后向下？来，第一种呢给老师打1，第二种呢给老师打2。来，同学们，第一个单手正面缠丝的易错点，告诉老师，重心从左往右移走大螺旋的时候，是一个向下直接的圆，还是向后向下的弧线？是1还是2？哎，对，同学们打2。为什么？因为大螺旋，听好，同学们，因为大螺旋重心右移的时候，身体会微朝左，是不是？咱们的两手啊，看，自然放松。手就会随着身体的大弧线走一个放松的下捋，对不对？好，来，同学们，第二步转腰。很多同学在这一步懵了，为什么懵了？同学们，你别忘了小螺旋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叫做什么？叫逢转臂。你来说，逢转臂，大家来说。所以当你向右转腰的过程当中，有个宝贝说，老师，我左腿有蹬劲吗？蹬劲是你主动蹬地，还是螺旋下沉沉出来的蹬地呀？亲爱的，是不是沉出来的？所以重心到右腿以后，腰向右转，带动左手合于小腹前方之后，你的逢转臂沉会发现身体一下转到45度，左脚的蹬劲是很大的，慢慢的将左手顺势来到我们的中线，做到左手与左脚脚后跟的对拉穿掌。图拉拉课件也讲这么细吗？宝贝儿，你没有发现我在直播间讲课的时候都是车轱辘话一直在说吗？其实这个要点就这么多。课件里面，听好同学们，课件里面的内容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有很多同学说，老师啊，你的课件1个10分钟，当时有个人说了，我说我心里可难受了，说我的课件大街上几十块钱哪都是，给我说的心态都爆炸了。首先，老师告诉你2件事。第一件事，课件是什么？没有车轱辘话，没有废话，1就是1，2就是2，重点是这个就是这个，没有必要去给你废那个话。第二件事，直播的时候，老师因为每一秒都会有新的同学来进来，我要跟你们去互动的呀，对不对？所以就会有很多轱辘话跟大家去玩，跟大家去说话，跟大家去玩，逗着开心，对不对？课件里面我逗你干啥？那是一个很严肃的课堂，我会在课堂里边跟你开玩笑，但是我是不会带着你咯咯嘎嘎嘎的乐，对不对？所以说直播跟课件是有区别的，知识点和内容，课件要比直播间讲的可能会更多，因为直播间会有互动，课件没有互动，全是干货啊。来，同学们看啊，所以当我们在螺旋向上穿，他问的这个问题，其实老师看懂了，为什么要向上穿掌？问的太明白了，宝贝儿。来，现在你把屁股往后一坐，把你的左脚脚尖翘起来，把你的重心放到右腿。现在你边向右转腰，让你的肚子找你的右腿。你看看你的腰在螺旋右转的过程当中，你的蹬腿的劲儿往你肩膀上窜不窜？窜了，给老师打上一个窜。来，走。试一下。你不是好奇说，老师这个左手穿掌是劲儿哪来的？对什么拉，峰哥？别对拉了，没有对拉那回事儿，相合，它这个相合。你看啊，重心到右腿以后，你螺旋下，你把左脚脚尖翘起来，你在向右转腰的过程当中，逢转必沉，你往下蹲的时候，你左脚的劲儿变大了没有？变大了没有？感受感受，别光搁这看着我在那做。自己把左脚脚尖翘起来，把重心右腿撑住劲儿，向右转腰，逢转必沉。看看你在螺旋沉胯的过程里面，能不能把你的左手的这个窜劲儿窜出去，从左腿蹬上去的劲儿，能不能感受到？感受到了没有？感受到，给老师打2个字，感受。啊，重心到右腿，脚后跟一挨地，腰往下一沉，腰往上一转，你左手不往上窜，你的劲儿不是一下子窜上去了？所以你总觉得说，老师啊，这个左手咋穿上去的？你前期如果不会逢转必沉的时候，你窜2年你都窜不出感觉，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阶段，大家先不要着急去研究里边的东西，都觉得自己可高手，但是一旦七夕自己过，但一旦大螺旋、小螺旋一旦过完之后，你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咱常说的，你只有手上动作了，没有下盘和身法动作了，知道了吧？所以从这儿看啊，看老师，大螺旋到位之后，来再重来一遍啊，来，
单手正面缠丝，大螺旋左手放松下捋，走后弧线下弧，腕弯放松，合于小腹前方。好，2，来走小螺旋，不直播跟你们过，中午我直播跟你们过，7期我跟你们过，波哥不许放假啊，7期陪嫂子陪我。好，我嫂子不在直播间了。来，向右转腰，合右胯。当我们的右胯相合的过程当中，看老师啊，看右胯相合的过程当中，左手合于小腹前方。这个过程当中，身体在逢转必沉，对不对？所以看老师身体啊，我做了夸张一点，左手的穿劲儿是不是就出来了？好，那不那么夸张。好，来翻掌移重心，小螺旋走完了，小螺旋带着你的手螺旋上穿走完了，下一步小螺旋走完了，走什么螺旋？打在公屏上。来，同学们扣字打在公屏上。小螺旋走完了，走什么螺旋？宝子们，对，走大螺旋，是不是？好，大螺旋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我重心往左移重心的时候，大螺旋向左移重心，身体会微朝右侧，所以左手翻掌移重心，遇左先右啊，遇左先右，所以一翻掌，好，先进肩，再进肘，转腰再进手，所以完整的你看啊，大螺旋下捋移重心，小螺旋相合穿掌，好，大螺旋翻掌移重心，遇左先右，小螺旋进肩进肘进手，完整一走一圈走，大螺旋下捋移重心，小螺旋转腰相合向上穿掌，来翻掌重心左移走，大螺旋遇左先右，最后小螺旋摆掌打开向外。同学们，你就说这个身法当中是不是又有前后的节节贯穿，又有遇左先右，还有当走八字？你说缠丝练这个之前，你要把大小螺旋练好了，你的手就只需要画一个整房性，是不是身法就出来了？是不是拳架就变漂亮了？是不是松柔缓和就出来了？同学们，所以在我们做基本功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多玄的虚的东西，就是大螺旋小螺旋，好，大螺旋小螺旋，你想做好手放松画个正方形，大小螺旋身法一出来，节节贯穿自然就出来了。所以同学们，这个就是缠丝的基本功，加上缠丝的单手正面缠丝，大家记住了，给老师打上记住，明白了打上2个字，明白。宝贝们，咱们这堂课值不值？好，那么老师最后再给大家去宣传一波啊！如果觉得老师讲的好的，咱们直播间讲的棒的就